大家好，这里是妮家的汉堡，又到了期盼已久的周一。这一集的瑞莫是双线并行，并且这一次还是瑞克和杰瑞俩一起活动。奇了怪了，真是活得久什么都看得到吗？某个风平浪静的晚上，贝斯临时接到医院电话，有7匹马怀孕了，需要他去加班。毕竟是深夜，贝斯便希望杰瑞能帮忙照顾家里的孩子。不过这个提议立刻就被瑞克老爷给否决了。今晚不行，因为今晚是他和杰瑞的男士之夜，不仅仅是今晚，每周五都是他们的男士友谊之夜。此话一出，贝斯大惊，你俩什么时候搅和到一起的？但眼看时间要到了，他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这么大的信息量，于是便将照顾莫蒂的任务交给了夏末。但显然莫蒂也在憋大招呢，他端着一碗葡萄走了出来，说自己已经约好小伙伴来家里了。夏末刚才还被母亲禁止开派对和抽烟，正不满呢，一听见来人是新转校生布鲁斯恰贝，夏末立刻就改变口风，同意莫蒂邀请转学生来家里。待家里3个大人都走后，夏末掐着莫蒂的衣领问他怎么邀请到的新转校生的，毕竟两人在校风评不算太好，简直是臭名昭著。看着弟弟把转校生约来了，夏末一撅屁股，转学生拿来吧你。另一边，老爷和杰瑞来到了小巷里面，杰瑞用邪恶魔方打开了传送阵，里面走出了周扒皮4人组。扒皮恶魔那别致且离谱的造型非常下饭，恶魔们一上来就和杰瑞搭话，似乎十分开心能和杰瑞一起参加派对。等到杰瑞进入酒吧后，那群扒皮恶魔才暴露出自己真正的目的，因为他们很喜欢看杰瑞的笑话，只要能感觉到尴尬和痛苦，他们就会感觉到快乐。碰巧杰瑞正是一个人形自走的尴尬制造机器，他所有的言行举止都会是恶魔们快乐的源泉。而这时留在家里的姐弟俩也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转校生。夏末故意摆出高冷姿态，然而恰贝一开门，带着他的自我介绍 BGM 出现了。无视夏末后，转校生直接进了客厅，老爷的异世界电台无法吸引他，夏末主动拿出自己的沙发葡萄酒，也没办法让转校生转移注意。如此自带逼格的角色，想必未来一定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他一下就让姐弟俩感受到压力，俩人一致决定一定要在对方听到校内关于他俩的传闻前，和这位转校生成为好朋友。夏末甚至想要打开老爷的仓库作为诱饵，不过老爷早有预料，你敢开门，我就敢把你那些玩具全部冻结到琥珀里面去，这威胁太大，夏末扛不住。而转校生已经开门离开，吓得俩人立刻追了上去，却发现他似乎对老爷那艘宇宙飞船很感兴趣。夏末豁了出去，拿出了飞船钥匙，飞船的人工智能姐姐再次出现，拒绝了夏末等人登入飞船。夏末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终以他们要去救瑞克老爷为理由，将人工智能姐姐给忽悠的自动关机了。3人乘着飞船在太空展开了大冒险，夏末带头用棒球棍殴打了油箱星人的脑袋，3个小孩弄出了一堆破事儿。最终在夏末试图将陨石炸成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喷气式时，被飞船姐姐给呵斥了。对方早就知道瑞克并没有出事，之所以让3人登上飞船，就是为了记录刚才他们犯下的错误，然后用这些照片和录像作为威胁，在宇宙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甩锅给莫蒂3人。好啊，姐姐你好会算计啊！人工智能就和3个缺德孩子不一样了，他就喜欢玩点大的，比如用太阳和小行星作为诱饵，吸引来巨人，然后将其击毙。在丈量身高发现没劲后，飞船姐姐就带着3个小屁孩随便找了个星球吃最后的晚餐。毕竟今晚做的事情，背锅的3人回去之后肯定会被老爷当场制裁的。落地后，转学生大感失望，他可不想随随便便就死掉了。就在这时，这个星球上的一辆绿色小变形金刚不小心撞到了飞船姐姐身上，对方立刻变成了机械人，看着飞船亮出的武器，直夸她很 sexy， 直言自己想看见飞船姐姐变身后的模样，并且邀请她去变形金刚们聚会的酒吧。小绿所后，转学生一眼就看出了飞船有些异动，秉持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态度，他鼓动飞船去见小绿。而夏末欲擒故纵道，甭管这些了，咱们先回去吧。这时飞船姐姐下定决心，她不会将今晚的事情告诉瑞克，但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莫蒂3人要帮助她和小绿度过快乐的第一次。在3人的建议下，飞船姐姐将自己伪装成了机器人，进入了变形金刚们的酒馆里。小绿看得怦然心动，替飞船撩起电线刘海。飞船内3人一拍即合，简直当代狐朋狗友，卧龙凤雏。飞船外，小绿正欲一情芳泽，飞船姐姐却表演了一出什么叫铁头飞走。她那虚假的机械四肢轰然散架，会说话的飞船被一众机械人大肆嘲笑，小绿不堪受辱，吐在了飞船姐姐身上。这一举动无疑惹恼了飞船。开玩笑，当年跟着老爷走天下，并且徒手炸掉星系的狠船，也是机械人能随便笑的。怒火中烧的船姐
直接烧死了酒吧内所有的机械人。而另一边，杰瑞在小酒馆的舞台上不断高歌，那些扒皮恶魔们在下方十分捧场的嘲笑。这时，处理好医院事务的贝斯顺着 GPS 导航来到了酒馆内，谁能想到自己老爹居然带着一群恶魔在嘲笑自己老公取乐。老爷连忙解释，这些恶魔如果不嘲笑杰瑞，他们就会去闯很多祸。贝斯却不管那些，他上去就准备对扒皮恶魔一顿输出。然而对方一见到他便送上了地狱美酒一杯，并且还告诉贝斯，瑞克老爷称赞贝斯很酷，大概是酒太好听了，又或者是老爷夸他的话太好喝了。贝斯决定留下来伙同这些恶魔一起嘲笑那不争气的老公杰瑞。他一边喝酒一边和扒皮恶魔们吐槽着杰瑞的事迹，将杰瑞平生黑历史抖了个七七八八，获得了恶魔们一致好评。而杰瑞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哪里，瑞克都看不下去了，决定带着俩人回去结束这一次派对。贝斯正在兴头上呢，怎么会让老爷来扫兴？于是又一次捉弄了杰瑞，使得恶魔们哈哈大笑。直到杰瑞进入卫生间，听见门外2个恶魔对自己的贬低和嘲笑，意识到了自己居然是被当猴子围观戏耍了，他顿时气愤不已。离开厕所后，面对来嘲笑他的恶魔，杰瑞第一次阴阳怪气的骂人，惹得那个恶魔拔插相向。虽然被老爷阻止了，但杰瑞反抗的态度让所有恶魔感受到了不满，于是他们开始在酒吧里展开了大屠杀。就像刚刚失恋的飞船姐姐一样，她杀完酒吧的机械人还不够，反手还屠杀了整个机械人种族。在机械人警察追踪下，转学生嗷嗷大哭，说自己不想就这么死掉。莫蒂见状，直接解除了飞船的锁定，3人从飞船里掉了出来。这下好了，飞船跑了，他们仨被抓了。宇宙警察局里，外星警察正在细数3人犯下的罪行，实锤和某发电男明星不相上下。但鉴于3人都是未成年，警察还是给安排了辩护人。对方一进来就表示，我要和他们详细谈谈。原来这位辩护律师正是去而复返的飞船姐姐，她把芯片插进了这位辩护人的脑袋里，告诉俩姐弟，现在我已经和法官谈好了，你们3人里面只需要有1个人出来背锅就行了，剩下的2人可以无罪释放。鉴于刚才转校生提议飞船姐姐去搞什么约会，才导致了这件事发生，飞船直接提议让莫蒂和夏末把黑锅甩给转校生。但是姐弟俩是铁了心想和这哥们交朋友，虽然内涵了转校生一顿，但还是没有让转校生1个人背黑锅。飞船姐姐大无语，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呗。她一头撞墙，将审讯室炸开，再上3人一通轰炸，直接将整个宇宙警局给炸掉。解决不了事情，就直接解决产生事情的人呗。而另一边，开启大屠杀的恶魔们决定将杰瑞这个尴尬制造机带回地狱。老爷和贝斯看着满地死尸的酒吧，还是追进了地狱。父女俩穿的那叫一个死亡朋克，一路过来，俩人针对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口锅该谁来背，最终谁都不想承认。这个地狱的恶魔们是通过感受痛苦才能转化成快乐的存在，所以在贝斯和老爷的糊弄下，门卫将俩人放了进去。但这居然是地狱之主早就准备好的计划，他绑走杰瑞就是为了吸引瑞克老爷来救人。在地狱之主眼里，瑞克老爷这个认为杰瑞很逊的存在，在他们眼里同样很逊哎。老爷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居然会被拿来和杰瑞做对比，这一沉重打击险些让老爷气死。甩开了自己制造的劣质手铐，躲掉岩浆之后，贝斯和杰瑞试图劝老爷直接离开地狱，但是老爷怎么能忍受被凭空侮辱？他拍板决定，今天不是地狱死就是他亡。他写下一串公式，用一句父亲给女儿的朋友照片点赞。这种尬到令人脚扣地面的借口吸引了一只恶魔进来，对他进行了改造，研究出了情绪置换反应机器，就是将地狱认为痛苦是快乐这件事调转回去，改成了痛苦就是痛苦的原本设定。机器研发完，老爷让杰瑞再表演个日常犯蠢，但是杰瑞不愿再被嘲笑，于是直接拒绝了。而贝斯也反对了这件事情，无奈之下，老爷只好承认了自己隐瞒和恶魔做交易这件事，并且承认自己爱着贝斯。好家伙，那尴尬值直接让被改造的恶魔瞬间能量满满，3人就这么一路杀了出去，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所有的扒皮恶魔都因为情绪反转开始痛苦起来，就连地狱之主也被放倒了，惨遭老爷一记断子绝孙酒。报复完毕，瑞克老爷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地狱。在上车前，他对杰瑞欲言又止，杰瑞却难得情商上线，没有多说什么。一家人一看时间，11点07分，准备回家了。尚在宇宙大逃亡的飞船姐姐察觉到瑞克要回家了，不再拖延，一炮轰碎了后面追击的敌人，带
带着3个菜逼回到了家里，顺手还给自己搓了个澡，防止瑞克闻出他们去大冒险的味道。而这次和转学生的冒险并没有获得对方肯定的交朋友的想法，转校生表示以后要看看学校的阶级制度，才会考虑和他们交朋友。两姐弟很是不爽，干脆在家喝起闷酒。这次的彩蛋是关于转校生恰贝的，他很快就在学校和众人打成了一片，但因为一天没换裤子，就导致在校内颜面大失。围观的两姐弟只能感慨时也逆也。被扣上难听的外号后，恰贝在回家的路上还被油箱星人开着飞船暴打了一顿。第5集是双线并行的一集，由老爷和2夫妻为一条支线，3个小孩和飞船为一条支线，看似没有什么关联，实际上还真没什么关联。也不是如此，两线其实都在表明一个态度：他人的眼光和评价。姐弟俩想和转校生做朋友，建立自己的社交地位，所以才有了这次宇宙大冒险。最后还被转校生给抛弃了，但抛弃他们的转校生最终也因为裤子的缘故被校内其他小伙伴给鄙视了。而杰瑞就是太在意自己的形象，所以在被发现后才一蹶不振，引出了这次的地狱冒险。老实说，这一季开始感觉家人的戏份越来越多，关于老爷的戏码被大幅度削弱，爷孙俩一同参与的冒险也减少了很多。希望之后瑞克和莫蒂的故事能越做越好吧。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评论、收藏哦。我是妮妮家的汉堡，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